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咱们讲的呢，都是因为缘分。这个缘分呢，也是挺难以理解的哈。香可，你能理解缘分是什么意思吗？缘分可能就是说，有时候你见到一个人，然后莫名就喜欢了。这个是挺好的一个说法。觉真呢？对，我记得好像有个老话怎么说的，说千年修得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是不是这是一种缘分的积累啊？对对对。所以这个缘分也叫因缘哈。这个因缘这个词汇或者叫缘分来说，其实它不是说是一个来自于一个偶然的巧合，它是来自于一个叫千丝万缕的积累。对，比如谁和谁一见钟情哈。对。对，那无论是一见钟情是将来成为夫妻的，还是一见钟情成为好朋友的。是。你看你在读书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的时候，总能遇到一些人，就是一看这人就觉得挺喜欢的。对对对。对不对？是。有的变成了爱情，有的变成了好朋友。是。但是也有的呢，也是一种缘分了哈。就是你们两个互相一见面就看着不顺眼。对。但是后来呢，总是对立。要么对立，要么就是离得远远的。要么离远呢，有的时候某种工作关系你离不开怎么办呢？所以在一起呢就容易争吵、争斗，不舒服。对，其实这些都是缘分。那就是有好的缘分，有不好的缘分。对，通常说就是有正缘有负缘。对，有善缘、恶缘。是这样的。对，这看着好的或者不好的，都是一种缘分。所以这个缘分里头含着千丝万缕，但是缘分本身就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师父，那您说这个缘分是不是一种磁场啊？就是说，叫相合，是吧？对，感觉对，磁场它是不同的相吸引哈，同性相斥。但是我们说的这个缘分，就是相同的它就会吸引，有没有这种关系呀？这个相吸引这个场我很难描述它。相互吸引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一种互补的吸引呢，还是一种共同的吸引？好像都有，是吧？是有互补呢，还是一种说我们俩其实类似？很难讲，对不对？很难讲。对，尤其成为好友，或者是将来的成为夫妻啊。是这个缘分叫什么缘呢？很难讲啊。对，所以不好用这种物理学上的这种道理来解释。对，还不能完全用这个相吸相斥。但是这个相吸呢，相互吸引，就是说看似有好感的就相互吸引，对不对？对。相互排斥的呢，这两个能量场呢，应该是叫对立场。对。就生命磁场和这个磁铁磁场是有差异的对，这个它是完全不同的。它两个一定是到了一起叫排斥和争斗的。所以这个缘分这个比这种磁场要复杂得多。复杂。对，它有很多的讯息在里头含有的。是不是有一些还是几世以来的这样的，就是这个因缘？还跨越时空。刚才觉真不是说了吗？是不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对，真不容易呀。对，千年修得共枕眠，共枕眠就结为夫妻啊。对，所以这个可能是叫做很多世累世以来的这样一种情和缘，或者仇和恨。是的，是的。对，挺奇妙的，真是的，挺奇妙的。对，在自然界呢，有很多这种也是有类似的这种磁场哈。你比如说，我就讲的，豆浆和油条，他俩互相吸引，都是在一起，很配。你看，就到北方这个早餐里头哈，是，尤其是天津，对，你不是在天津小时候长大吗？是的，对。天津的早餐
绝对离不开豆浆和油条。对，我们叫果子。果子。对。哎，但是你说豆浆和油条是同一性质吗？不是，它俩是互补的。互补的绝配。对，油条它油炸的其实是现在咱们这么分析哈，是热性的哈。豆浆是有点微寒性。对。正好它俩互补。要不就上火了。对，平衡一下。对了。所以呢，如果爱上火的人哈，吃上2-3根油条哈，就容易嘴巴上火。是的，是的。对，但是呢，就是所以要吃这个油条的话，一定要配豆浆。就会好很多。对。这种感觉有点像在马来西亚吃榴莲的时候。榴莲配山竹。配山竹。对。哎，对。完了，想把手上那个榴莲臭味洗掉。还用榴莲壳加点盐水一洗啊，手上什么味儿都没有。对，所以很多这种绝配哈。绝配，是，真是有意思。那师父，他看这个，好像动物之中也有很多的绝配或者是天敌呀，对对比如猫跟老鼠，是那家伙那是绝配，永远斗争的绝配。对对，对，随着时间哈，随着时间和经济状况的改变哈，猫和老鼠的关系哈，从仇人变成亲人也是。为啥呢？这缘分还改了。猫成天喂着宝宝的。不吃老鼠了。他看老鼠来了之后，拨弄2下当玩具，对不对？甚至老鼠养得胖胖，还追着猫跑啊！我的天，都有。对，反了。这个经济状况变了之后哈，人的甚至是种性都变了。你的种类特征都变了。对。但是在自然界之中呢，如果没有现在的经济环境的改变的话，在自然环境之中，猫和老鼠那是死敌呀，是死敌，相克的关系。对。那这种还很多呢。对。像那个叫什么猫头鹰吃老鼠对。还有大象配老鼠。对。大象身体那么大你要论力量，它是地球上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对不对？没有动物和它抗衡。但是小老鼠呢，钻鼻子钻鼻子掏心，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大象就没办法了。没办法，那痛苦至极啊。是。所以他俩又成了一个绝配的死敌。对。对，相生相克的关系。对，相生相克。师父，那人与人之间呢？就比方说，像以前有听说有2个人要结婚，他们会去算嘛，就是到底我们的这个八字命相里面，它是合还是不这个克？要算。这个道理不是特别的难懂。就是中国在我们的祖先哈，特别讲究一个地球的生命的状态，分5个种类。叫五行哈，对应我们的5脏。脸上对应5官，对应5行，金木水火土。对。那这个老祖宗就研究好了哈，就是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这就是说有缘分能够合作的。对，我们稍稍研究了一下哈，觉真读一读。比如说就是木生火，木生火。对，你看那个木头啊，这个劈柴啊，什么木头这些对你一点火它就着了嘛哈，所以火势越来越大。我们开头解释一下哈，就是你的这个生肖时间一算，那一年在中国的那个黄历之中哈，这上面就有写，这叫什么年。对，这个什么年之中一定有带有金木水火土某一个字。是你是那一年生的，比如说那年是土年吧，那你就属于土命。对，就是这样子哈。是。对，那你这个今年这你属于土性吧哈，将来你结婚的对象的话，应该一定和他能相生的。这样的生肖，2个人合作关系比较容易一些。对。来，再接着来。木生火。火呢就生土那火烧了，我们都说火烧完了变成一片焦土哈，就火生土，土生金。你看那个金呐、银呐这些矿产呢，都是埋在土里的哈，土生金。金呢生水那水生木，那你木如果没有水的话，根本是没法长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圈相生的关系。
所以香客，如果你要是木命的话，你得找一个水命的人，他就特别生你，你就茁壮成长。理解了，就是特别被爱合作。对，对。那这五行中是不是也有这个相克的关系？对呀，它反过来就克呀。那我们再说一下，比如刚才是那个木生火嘛哈，那反过来木呢，它就是克土，因为你看那个小树苗都是从土里边破芽而出，对不对？它就克土嘛。那土呢克水，我们都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对不对？发大水的时候，我们用沙土啊，用这些来挡水嘛。那水呢克火就更容易了，大火一起的话，都是来用水来灭火的。火呢就克金，我们讲的像那些兵器呀，像剑呐，那么锋利，可是我能拿那个火去锻那个剑哈，去锻去做出来啊，可以把那个金属熔掉哈。那金就克木，比如说一个木材呀、小树苗啊，最怕刀去砍它呀，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是木命的，你千万别找金命的人啊，别找金命的男生他会克你的，理解了，一天到晚修理你，那受不了，有意思。这个大家查一下哈，就是你的属相，你的那一年出生年是金木水火土是哪一种？对，那懂得了今天的相生相克的关系，你在找好朋友或者是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呢，要找相生的那个属相啊。这个和12生肖没有直白的关系，它是每一年的一共5项嘛哈。对，金木水火土。照着那个抄就可以了。师父讲到属相，除了这个五行相生相克，属相也有相合相克的呀，哈。对，那个稍稍有点深了哈。对，咱们下次再说。对，反正是蛮多这些相生相克的关系，对，都是缘分。是，大的这个相生相克就看五行就可以了。好的。对。你看有一些夫妻哈，他们可能相生的、相合的哈，然后他们也比较长久，婚姻比较和谐。结果等老了之后，就发现他们长得特别像，他俩人是有夫妻相啊。这个也是一种缘分啊，师父哈。找对象呢，就是王八爱绿豆，就是说就是顺眼。很多中文不好的人听不懂哈。王八爱绿豆就是罗密欧爱朱丽叶，这个就听懂了。对，梁山伯与祝英台哈。对。就是他们其实有一种能量相合的这样的能量到一起就是一见就相爱，就是这种感觉哈。是，所以呢，找对象的时候，其实容易叫做爱的是自己。这有一个相学中的一个知识哈，给大家透露一下。好啊。人爱自己。你在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脸型是长形脸哈，你喜欢找长形脸。其实你单眼皮的人更喜欢单眼皮的人。看着顺眼是吧？就是觉得怎么那么像自己呢？你也不知道，就觉得容易和他产生感情。就是人与人结成这个夫妻的话，如果两个人长得很像，就不容易离婚。如果两个人长得不像，不容易保鲜哈，不容易长久下去。那身材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如果说瘦高个儿的，也找个瘦高个儿的，就别找个圆乎乎的。对，这样筷子一长一短不好用哈。对，就是大概就是他俩都比较配套比较好。所以呢，身材瘦长的人，也容易找到瘦长的人。是，比如一个胖墩子哈，有一个特别细高挑，这个两个真像大饼鸡蛋。他们的思维方式哈，他们的方式不一定能成为互补。反而容易产生矛盾。身材和脸型也差不多。这种脸型因为年轻的时候这个脸型呢，如果再注意饮食的话你有的时候看不出人家到底将来老了是什么脸，对不对？对。是年轻的时候看身材，这年轻小伙子小姑娘们都挺好看的，是吧？是啊。也看不出来哈。老了会变。对，一般到40来岁，这个身材就基本上定型了。对。但是年轻的时候你都看不出来，但是人找对象的时候找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脸还有眼睛比较相像的。所以大家等时间在一起，慢慢穿衣服也类似，再穿个情侣装，对不对？你上衣穿个黑褂子，我也穿黑褂子，放在一起，如果头发再像一点的话，根本就是
就像一对兄妹一样，对不对？所以很多夫妻，人家说你们是兄妹吗？是。那你说我们是夫妻，对，兄妹就是夫妻，他容易变成这个样。是啊。甚至有一些人，他们的狗啊，他选择的宠物，真是我正要说这个事儿。哦，对，也是跟他们好像也有点像啊。是不是就荣耀？你看这个，这个女生也故意那么打扮了一下啊。对。是不是容易？就是说，你看到像你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就是你容易喜欢他。没错了啊。其实我就是找爱情，就是找的是爱的是自己。就是很像自己的各种的五官呐、身材这个元素。那养宠物最后发现也是这样，就像个巧合一样。比如说好几种狗的类型，对不对？可是你选了半天，就是你那个大长脸又选了个大长脸狗，就是这样。对，有意思，有意思。对，我在几年前我在温哥华遇上一个，是一个北京的移民哈。那个人呢，长得呢，就像一个恶霸狗。我不是那个狗叫什么名字，呲着獠牙。对，斗牛。不是斗牛犬。是。呲着牙就呢，像那个邪恶的狮子一样。那老头子长得就那样的，他结果养了那么个狗。又肉实又敦实又粗壮。对，他就长得像，他俩出去一看就爷俩的，一家人呢。这个有点这种感觉，像吧？有这感觉，对，有这感觉，都像罪犯一样。是很可爱。所以这个缘分哈，就不光是人与人哈，人与宠物啊，或者自然，有的时候人与事件，一个事件也会是这样子啊，都有这个缘分。对，所以在这个这个茫茫人海之中哈，还有宏观的这个世界上哈，对，所以有很多很多这种特殊的缘分、特殊因缘的人和事。是，对，所以有很多时候这种巧合哈，比如说你找了5年对象找不到合适的，就有一次一坐火车，正坐你对面那一个，怎么看怎么顺眼。所以我又想起来一句老话，就叫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对，就是这种感觉。阑珊处是啥意思呀？我也不知道，就模模糊糊灯光那块儿吧。对，就是你找呀找呀找不着，一回头，哎呀，这儿呢，找着了。所以有时候就是在你跟前，你这一次的巧合就看到了。结果就是他，对，就是你要苦苦寻觅的那个他啊，就是这样子哈，那今天我们一位小嘉宾曾朗师姐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奇特的故事。我们来听一听这里边的缘分。好，我们听曾朗讲故事哈。师傅好。那最近呢，看见一个特别有趣的新闻，所以说想跟师傅分享一下。然后24年7月的这一天呢，有一位湖南的女子，我们就叫她小徐吧。然后小徐这一天晚上呢，独自一个人开车回家，然后到了一个转弯处呢，因为天色太暗了看不清，然后车子呢一不小心就开进了池塘里。开进池塘里，掉水里了。掉水里了，还真是的。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始往下沉了。然后小徐啊，赶紧的想要拉开车门嘛，因为很紧张，然后也想敲打着那个车窗，可是啊，怎么敲打呢？怎么拉车就是不开，然后也逃不出来。就是如果车窗关着哈，其实掉到水里哈，外面那个水的压力是打不开的，是打不开，就是。那多危急呀！是这个小徐呢，心里就很慌张，然后也很害怕。然后这时候呢，一个身影就跳进了这个水里。原来是同村的一个71岁的老爷爷。然后他叫唐克明。老爷爷呢手里就拿着一个锤子，然后非常用力的敲打着车窗。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把小徐从车里拉了出来。哇，救他一命哎！是的。获救后，小徐就非常感恩老爷爷，然后就想说就隔天我就登门去道谢。对，好好谢谢老爷爷的救命之恩呐。然后他们在交谈之中呢，然后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原来在25年前，在同一个池塘里，老爷爷曾经救了一位7、8岁的小女孩。
小徐惊讶地说：“那不就是我吗？”我真是，原来在25年前，小徐他还是一个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嘛，他就放学回家，也不小心跌进了池塘里，正是这一位老爷爷救的他。那他怎么到他家发现的？说20多年前就是他救了他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照片，原来当时候那个老爷爷有跟小徐拍了一张照。小徐就认得，这不是我吗？然后才说起来对。是啊，这不就是小徐小时候吗？和这个年轻的老爷爷合了一张影，那不正是自己吗？对。结果多少年以后，老爷爷又救他一次。这个老爷爷真是他的贵人哈。这只能说都是缘分了啊。对呀，就一个人他救2次。我又想起来一个这个西方一个哲学家讲过一个名言，说人不能2次跳进同一条河流。这个小徐还2次跳进同一个池塘，他跟前就那个池塘，还被同一个大爷救了2次。哇，这个太神奇了，这个故事。除非那个村里头一共就生活着这2家。但不是这样嘛？所以你说这个人间这个缘分哈，那很奇妙啊。对，真是。我估计可能如果我们再往远一点，前一世、前世看，说不定他俩还有更深的缘分。说不定前世呢，你这小徐救了这个老爷爷几次呢？对，他不一定都是用进到水里这么一个掉池塘的方法。对，可能是其他方面。是这样哈。对，哎呀，真是，所以这个缘分真奇妙哈。所以老爷爷来报恩来了呀。报恩来了。哎呀，真是。有意思，有意思，对。那同样的事情呢，我也看到西方美国有一个报道，是在那个1981年的时候呢，加州有一个医生他叫迈克尔，儿科医生。然后他呢就是救了一个早产儿这个有一个叫克里斯的这个小 baby 生下来只有3斤重。特别轻啊！早产儿的存活率很低的，一般是低于50%的。但是这个儿科医生就很尽心尽力密切的监视监护着他，然后直到这个生命体征全都稳定了之后能够完全存活过来了，这个医生才放心所以这个医生等于救了这个克里斯小小的一命30年过去了然后这个克里斯也长大了。迈克尔医生呢，他呢有一天开车的时候，加州那个高速路是很快速的，要出了车祸都是严重车祸，结果他就出了车祸了。结果这个医生就被困在那个燃烧的那个汽车里然后呢，就是在这非常危险的时候消防车到了救护人员到了，有一个小伙子奋不顾身地冲到火海里把这个医生从那个汽车里给拉了出来，救了医生一命给他送到了医院结果这个医生就是获救了，等苏醒过来之后呢，然后才问说是谁救的我呀？说是这个克里斯，然后克里斯也去帮他在医院登记的时候也要问他的名字呀什么什么的，亲人也到了嘛说是迈克尔，结果2个人就相认了。原来30年前正是这个医生救了这个小 baby 一命，30年后小 baby 长成了消防员，救了这个医生一命。哎呀，这个是很神奇的缘分真叫善缘对，善缘。对，你看，所以我说真是做医生是很积德的职业对，救人无数，然后自己也可以逃脱死亡的风险。这太好了对，这缘分真奇妙。是，对，都是缘分，对，太好了，这是。对。那昨天我们也讲到了很多那些很巧的那些事情这个什么泥石流给让路然后倒霉的行人过马路反正有很多幸运与不幸昨天我们也稍微的阐述了一下，这个是巧合呢，还是背后有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再详细讲这个缘分对，对，就是确实生活中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发生它看似是个巧合，其实背后好像有更深层的一个意义。我这边就有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呢叫 Hershey 夫妇。
那如果这个名字就比较熟的话，就是美国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巧克力牌子，就叫 Hershey， 就是他吗？对，就是他们，就是夫妇，他们是那个创始人。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1911年，当时这个两夫妻呢，他们是美国人嘛，他们决定要去法国去旅游，那就是在那个时代呢是没有飞机的。那你要出国，你只能坐船，所以他们就是从美国坐了一个邮轮，然后坐到了法国，在那边在欧洲玩了4个月之后呢，然后就是有一天，这个先生就决定说，他要回美国去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订了一个邮轮的票，然后这个邮轮呢，它就是第一次要起航的，然后这个邮轮的名字就叫泰坦尼克号。哇，这个是大名鼎鼎的，我们都看过电影的泰坦尼克号。然后呢，就是这个先生呢，就给他跟他的那个妻子都订了这个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的一个客房。对，人家是有钱人嘛。对，有钱人嘛，就订了头等舱客房，然后还付了定金，$300美元，在那时候算是也是比较大笔的一笔钱。对，付了这个定金哈，就挺确定要起航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要开船的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Hershey 公司呢，就突然间给这个先生发了一个急报，说，我们有一个紧急的事情需要你回来帮着处理一下。所以这位先生呢，他就不得不把他的原本的行程给改了，然后得提前回去。所以呢，就是他就浪费了这个首航的这个头等舱的船票了，对吧？就是他就没坐上那个泰坦尼克号。但是后来我们都知道泰坦尼克号发生什么事，沉船嘛。对，他碰到那个冰山，然后沉船，就是上面1500个人死亡。所以这位夫妻真的就是很有福气，很有福气。就是当时看着就是可能普通就改个行程嘛，那其实就救了他们一命。对，真的是一张奇妙的缘分啊，也是。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古老的一个新闻报道了哈，真的是不知道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因缘，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有很深的这些缘分啊。对，这样，应该就是他们的命运功德吧。功德所致，对吧？功德让他们现在不要死。是。但是呢，因为他们因为工作和业务的需求呢，确实买上了这张死亡的船票。对。但是呢，神灵呢就说，这个人是有功德的，是还在人间留下来做事，还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所以他们不能走。那所以是不是就是那个神灵就派个人派香客来给他就是打招呼说哎呀不行，你还有个生意要谈什么什么的，就创造一件事情给他拦住。神灵想留住一个人很容易啊，或者想诱惑一个人去死也更容易啊，对不对？真的，就你脑子里说我必须得去，而且也有票，对不对？对呀。那这个不让你去，有无数种理由可以拦住你的。对，反正给他一个理由，对，接受的。结果就没登上这个死亡的游轮呐。对，就成为一个超级富豪哈。对，非常的幸运，非常非常幸运。对，其实我们在看很多这些案件中，也就会发现真的很微妙，就是他无论发生幸运或者不幸运也好，他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完美，就是在那个时间，就是完美他在那个地点才会发生那个事情。对，就任何一个因素有改变的话，可能都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对。就是某一个因素的改变，而且我相信当时那对夫妇肯定还是很懊悔的，对，错过了这个泰坦尼克号的首航，浪费了这个票啊，对。那后来才觉醒了之后，才哎呦好幸运哈，对，有这么一个大的反转。就是到现在他们后代都还保留着他那个当时候付的那个定金的那个票。对，真的是有意思哈，有意思，对。你看这个就是师父来解了密哈，这个神灵的一个护佑那我记得就是以前我们也讲过一个故事哈，我们回想一下，也是哈有可以解密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修的姐姐呢，她每年呢就经常就是到洛杉矶的一个著名的歌舞厅去跳舞是那个 Monterey Park 蒙特利尔公园哈，有个叫5星舞蹈社的地方，这个舞蹈社还挺有名的舞厅。他就很多的亚裔的人愿意去跳舞，尤其是春节的除夕夜就很多人去跳。
那我们这个姐姐呢，她就经常每一年都去那儿跳舞。结果就好奇怪，就2023年的这一个除夕哈，她本来都准备好要出门了，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心中有一个念头就不想去，就今天不怎么想去，她就留在家里了。啊，就没去跳舞，他没有理由，他就是觉得不想去啊，他就没有去。结果当天晚上那边就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9人受伤，而且这个伤亡的人中还真有这个姐姐的认识的朋友。哎呀，真的是。那当第二天这个姐姐从新闻上得知这一个悲惨事件的时候，心里非常震惊啊哈，当然也非常的感慨哈，对，因为自己逃过一劫嘛，他就打电话给他妹妹，就说：“你看，我本来都要去的，年年都要去的，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昨天晚上我就没去啊！你看我怎么这个心念一动哈，就让我逃过一劫呀哈！”妹妹就说：“姐，我知道是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是因为过春节之前几天，我为全家人都点了灯，也为你在菩萨的面前点了灯，想保佑你的一年的平安啊！所以你那个念头，我想就是应该菩萨告诉你的，就让你转念了。你看，他也是逃脱一劫，真幸运。哎，你老师说到这个，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位旧金山的那个妈妈给我们分享过，她叫 Kim 哈，她有一个女儿。然后女儿她2022年的时候呢，10月份，那女儿就要去韩国一趟。那女儿告诉她呢，她想去韩国去参加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万圣节 party。然后这万圣节 party 在首尔的梨泰院，那她就专门为了这个 party 跟她朋友去的。你说梨泰院？对。那不是个电视剧吗？梨泰院它就是一个韩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旅游区。然后后来也拍了一个电视剧，实际上是个旅游区是，而且也有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对对，然后但是它每年就是10月份万圣节嘛，就会有一个就是大的一个万圣节 party 游行那种，是，然后女儿就是去参加了嘛，然后当天呢，女儿就跟她朋友走在街上，然后走着走着呢，发现哎人很多啊，越挤越多，越挤越多，然后就是水泄不通。那不是很热闹吗？是很热闹，但是突然间呢，女儿就感觉到有点，就是莫名心里就觉得不舒服，她就不想再往前走了。那不是白去？本来他就想去梨泰院的吗？对呀，对呀。可是那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还是回酒店吧，我就不那个往前走了。所以其实当天他就没有去到那个 party 的现场。那我们就是后来看新闻也知道说，哎，那一天在那个因为梨泰院那边万圣节 party 太多人了，所以发生一个悲惨的踩踏事件。当场踩死了159个人，哎呦，还有196个人受伤，而且都是年轻人，风华正茂的，好可惜。然后这位妈妈哇，看到新闻吓死了，马上给女儿打电话说，因为想说女儿肯定去了那个现场了，对呀，因为女儿就是去参加 party，然后打电话说，哎，女儿你还好吗？然后女儿说：“哎，妈妈，我很好。昨天就是走到一半，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决定回头了，所以就不在现场。”哎呦，这妈妈这个悬着的心掉下来，松了一口气，真是。然后后来妈妈也跟我们分享说，她每一次呢，就是这个孩子要出远门，或者家人要出远门，她都会给他们点一盏灯，就是祈请佛菩萨，就是要给他们保出入平安。那这一次女儿出门前也点了这盏灯，所以她就非常深信是佛菩萨加持着女儿的这个心智啊，然后让她能够就是在危难的时候选择光明，然后就是没有走到那边，然后所以保了她这样女儿的一命。这个妈妈非常的智慧啊哈，这个是最好的爱孩子的方式啊，给孩子出门之前点一盏灯护佑平安。这个平安护佑的可是太大了哈，是生死之间的。哎，你看这生死好像就是一个念头。对呢，师父，就是这一个念头啊。对，关键时候遇上危险的事情，生死就是一念之间呐。真叫一念之间。对的，它是有的像一个窗户纸哈，差那一点就是生和死啊。真是，对。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两个回想起来，这两个故事都是背后就佛菩萨的护佑，是通过点灯祈请哈，然后佛菩萨听到我们的这种呼唤，
啊。佛菩萨就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给你提点，当下你不知道，哎呀，后来真的就是非常感恩的，当时候做的那个决定，但它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对，这个念头哈，对，非常的重要。对。好，那说到这个佛菩萨的提示和护佑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个故事哈，带给我们的网友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甲洞禅堂的陈华，他说：“师父好，我是陈华，来自马来西亚。在4年前哈，2021年的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我在甲洞禅堂迎请了一个观音菩萨的车挂，挂在我的车上，祈请观音菩萨护佑我出入平安。那2年半前呢，2023年9月28号。我发现观音菩萨车挂的这个吊绳要断了，我想起金菩提宗师有讲过，如果法物的绳子断裂呀，是不吉祥的啊，可能有什么预示哈，就要去禅堂做功德。第2天，我就和太太来到了甲洞禅堂，点灯供养观世音菩萨，也感恩观世音菩萨给我的提示。那1周以后呢，2023年10月5号，我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我前面有一个小货车，结果他突然掉头180度，头对头就停到了我的车面前，给我吓得呀！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就自动的就将方向盘往右打，因为我是坐在右边嘛，左边副驾驶是没有人的，瞬间我的车就撞向了小货车，我车内的安全气囊都弹出来的，我在车里吓得不敢动。过了好一会儿，我全身上下活动了一下，感觉没事儿，然后发现只有左手臂上有划痕，是那个气囊弹出的时候划到的。然后呢，我就打开车门下车查看车况，我的车头左边已经被撞烂了已经这个车就没法再开了。但是我是在右边驾驶嘛，右边没事儿然后对方那个小货车呢，它的横杠还有大灯都被撞掉了。后来才得知是这个小货车的刹车出现故障，才出现的这个事故。而且这条高速路上一向都是车流不息的，车是很多的。但是很神奇的是，就在小货车掉过头来发生车祸的那一瞬间它的那个旁边没有车，我的车撞过去的时候呢，我的后面也没有车。如果当时就是都有车的话，那么在高速路上就会形成连环相撞，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非常感恩观音菩萨提早了前几天就已经提示我所以我就去点了灯，化解了这个灾难而且也提前让我有心理准备，小心开车。要不然如果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180度掉过头来的小货车，我肯定会吓得不知所措，直接就撞上去了那种高速相撞我就没有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这一次就是观音菩萨救了我。那第2天呢，我和太太又回到了甲洞禅堂，给观音菩萨点灯，感恩观音菩萨的护佑，让我躲过一劫，化险为夷而且我又请了一个新的观音车挂在我的新车上。我知道有观音菩萨的护佑，有师父的加持，我会平安吉祥的。他这个也是挺好对，太惊险了这整个过程。其实这个故事里边值得我们学习的点挺多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希望他呢，陈华对他呢就是蛮懂得的要祈请神佛的护佑出入平安，所以他就很真诚的请了一个车挂挂在车上。所以提醒我们网友们，我们的车上要么放车挂啦放菩提法门经典经书啦，放师父加持的法物真的是护佑我们的。现在交通事故太多了，对，这是第一点他祈请了第2点呢是当他发现他读那个菩萨给他的 message， 给他的发的信息，对，但是通过什么发的呢？是那个车挂它的那个绳子就是有点松动要断裂了，他就知道觉得不吉祥。对，一个是自己心里要很谨慎很小心，第2个的话就赶紧要去做一些功德，对，要去化解还没有即将要到来的这一场灾难那么他也做了，对，他去禅堂供灯怎样而且把那个车挂也就是重新给弄好了是。而且他心里有了这个准备的话，开车也是很小心的是。
果不其然，1周以后还是遇到了这个事情哈。遇到了，对，那遇到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这些护佑，等于是大事化小了。是，虽然说那个车转过头来突然相撞，但是它的自动的反应还是正确的，对啊，所以车毁人没事儿，这个是第一哈。对，第二呢，好在当时周围没有其他的车辆，不然高速路上连环相撞，那即使他没事儿，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受伤。对，是。其实人在这个出事之前哈，就是严重的事故之前，包括那个不幸者丧命哈，其实之前是有很多的征兆的。只是这个征兆呢，可能一个是叫不懂，尤其是当今社会的人呢，比如说按照固定的时间上班下班，按照标准化流程去做事。把这种习惯的时候，和自己回到，比如说5000年前自己在山沟里自己去狩猎的时候，那个完全由自己来自主，找着感觉，要不要出门，要不要在哪里趴下，要不要去奔跑等等的，把这个灵性的东西给遮蔽起来了。对，师父，现在我们经常会就是说，比如说出现一个念头哈，就会想说，这是不是胡思乱想出来的？对，就不相信，就觉得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对，太多逻辑思考在里边了，可能是，对，所以我们要学习这种，就是说有这种征兆的时候哈，要学着去解读，要接受。是比如说我们还有的人就是上车的时候，哎，那个车门一下子卡了一下手或者是那个后备箱里装东西的时候，一抬头，梆，把头给磕了哈。对，或者一直找不到钥匙，刷牙捅破嘴。对。出门踢石头或者是找车钥匙找不着。对。等等这一系列不顺利的这个现象。这些都可能就是这个神灵传给你的这个讯息。就是但是呢，还有这样的说。这个就是他命中注定的这个劫难的时候，那他收不到这个讯息。有的时候发信息都收不到。这往往呢，我们说的这个接收到讯息的人呢，通常是指有神佛护佑的人，他给你传递着很多让你能有所感觉的讯息。好像有的时候这个神佛就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发信息，看你一次没接收到哈，我再告诉你一次，还有这样的。他分人了。如果你是信佛哈，经常会有发心呐、恭敬啊、供养啊，对，这个时候有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他的讯息发了一次又一次，而且用不同的方式，是，比如说让你眼皮跳对，心慌让你肚子疼对呀，或者让你上车之前让你不舒服，对，让你去上厕所，对，让你头疼，把你车钥匙给藏了，上不了车，就等等，这些都是。师父，那如果我们就是有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就在想，可能是佛菩萨提醒我哈，那是不是今天就别出门了？最好是，改日期哈，不管有多重要的事情，改日期。对，你看我之前我这么多年帮过很多人。对。我不提名字了哈。比如说一个非常在美国发生著名的交通事故。温哥华的同修呢，他那几天呢，这个情绪有点低落，就情绪不太好，他都定好了行程。说全家呢出去旅游一趟，到美国，就问我师父你觉得怎么样？我闭眼一看不好，我睁眼看看他的脸，那个气，一团灰气，也叫晦气晦气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的人觉得没关系中文好听的就有点害怕。晦气是倒霉的气。他就问我说不好，最好别去。他脾气很犟。说我都订好了，旅馆我也联系好了，我的大人孩子都请好了假了，你凭啥不去？当时我觉得他还挺有情绪的，就走了。结果就在那边，因为他们是开车去嘛，这个加拿大、美国离得很近，对不对？对。就撞车了。撞车最后变成美国一个新闻。是吧？你想嘛，
他看到对面来个车，都是在那个野路上哈，就绝对是城市之外的荒野郊外跑，哎，最后他们家人描述说，发现对面和他们撞车的那个车哈，里面啊有5个骷髅头，就往他正面看，还有2个骷髅头张着嘴巴笑，天哪，就哐就撞过来了，把他们给撞到农田里去了，车翻了几个跟头，完了之后使劲拽，把人给拽出来了。那个车一下爆炸起火，就是那还很万幸呢。再晚1秒钟，人就烧死在车里。很万幸呢，至少人没事呢。对呀，那还有对，还有温哥华的一对西人这个同修呢，说他去国外去旅游，我说别去，他还说机票都订了，我跟我去年都跟朋友约好。这西方人喜欢提前订1年的这些计划，连旅游啊、旅馆也是提前，确实缴了钱都定了。他问了我半天，我说不好，说不好也得去，就是这样。通常我听了之后我也心烦，你问我不好你还得去，那么犟。我还说反正祝福你吧，能顺利的回来就行。结果去了之后就中邪了。中邪了。中邪了。完了之后，那个当时到了那儿之后，就一下就出现极度的不舒服。就结果说话的时候说另外一个很陌生的语气和声音，那就是对他不是被附体了，夫妻俩去的嘛，把另外一个吓死了。他们说这个就是中邪，找当地到处寻找，到教会找一些特殊能力的法师给他解啊，反正解了半天，我觉得他还是有点不太好。这有的时候就是，那是神灵给他的。像我不是神灵，我会一点这些知识，所以给他说了之后，他不听，这个就去，就出一些不好的。但是也有听话的哈，也有听话的。所以你前些天有个人问我，人家都多少70多岁了哈，也是个老外的那种。从这里去飞到澳洲还是对，他要去哪里的？对，也是对，到很远那个地方。对。我说别去，我就觉得不好。他就听话了。他都把机票退了。他就退机票，不管钱能退回来，我不去了，听师傅的话。是的。哎呀，我说这太吉祥了，我就放心了。对，保命重要。然后也感恩师傅提点。对，听话的还是也还是蛮多的，不听话的是少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读懂这一些，要听话啊，别犟。咱们人和人直白的对话，说了还不听，是吧？这个就麻烦哈。是，这个很多都是这样，包括这个是出行的安全，还有请师傅指导的要换工作的也是不听，对，换了之后，然后就要么就是那个被裁员，要么就是比以前还那个挣得少哈，都是有这种情况啊，所以真的是要听的，对，就是要相信神佛啊，师傅给我们都是最好的，对，都帮我们保吉祥保命的，对。然后像刚才这个陈华他的那个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的，就是说这个事件被护佑了哈，大事化小了之后呢，还是要再去感恩啊。对，他要回到禅堂来，又给菩萨供灯啊，感恩呐，对，还愿，对，很好，对他很懂。然后呢，又重新又请了一个车挂，又挂在他的新车上啊，对，这样他出入的话一直会保持平安的啊。对，那也祝福师兄，他还是挺好的，那师父，我们也给这个陈华师兄给送一份礼物啊。好的，好的，咱们呢还是哈，荣佑的，我们最新的衣服，咱们这个禅修衫哈，来，荣佑的，昨天就展示过哈，是快干的，这是不同的哈，这个在正常情况下最多2个小时就干，是还没有臭味儿，而且手感呢穿的感觉很舒服，很轻柔，对，透气的哈，透气，对，最重要上面有师傅画的吉祥图案，还有龙抬头抬头的龙哈，对，师傅昨天有讲有青龙跟金龙的护佑，对，
那还有这个禅修裤哈。哦，给他一身哈，别提多舒服了，我就不展开了哈。现在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人一条这个裤子吧哈。是。对，哎，香可穿的上衣也是哈。是的，上衣也是龙就这个裤子可舒服了。是非常。就是我们的禅修裤哈，从来没出过这么舒服的啊。对，它的这个款型又适合坐下来打坐禅修，打坐修行做运动，对，还有做家务去工作，哎，都是很舒服的。是的，对，其实也挺时髦的，穿着，挺帅的。哎，送给他是叫陈华是吧？好，送给陈华哈，祝你呢如意吉祥，收到，幸福快乐，收到，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父。好。那我们呢就把这个最真诚的心哈来调整下来哈，哎，用最真诚的心、恭敬的心啊来念佛。其实呢，不用有一个特别说我要这个佛光或者吉祥给谁哈，就是恭敬真诚的诵念，无论是我们的疾病也好啊，我们的人生需求也好，哎，观世音菩萨知道之后。自然就会给予我们啊，给我们一切美好的人生，好吧？比直白的给钱会更好的。好了，那我们准备开始诵念。南无观世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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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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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
观世音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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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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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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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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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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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搓搓手，之后轻轻搓搓脸，再拍拍头，拍拍前胸，做一下深呼吸。好，这一切好的善缘，或者一些不幸的恶缘啊，就是冥冥之中啊，自有它千丝万缕的好呀，或者不好的这些元素在里头。那我们总结来看呢，还是广结善缘，心怀慈悲善念，多做点善事，这样可能会得到这个改变命运、得到护佑的几率比较高。因为我们这个意念呢，往往意念一动，即生贪念。尤其是我们情绪来的时候，很多种情绪就让自己发作发火。有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凡人来说，你的发作都是因为你的贪念而生起来的那种，对你期望得到而得不到，或者希望快速得到而得得太慢等等，这些贪念而生出的因缘，最后变成了这个情绪啊，那最终呢导致这种叫做恶业的产生
那让自己呢，比如说本来应该活88岁，就可能会因为这种恶缘可能会减寿，有可能变成70多岁。那做太多呢，还继续会减寿。多做善事呢，可能呢就会增福增寿。这个福呢，就含有多种的元素。你们在南方的华人就会说福禄寿，福禄寿齐全的，他为什么不说是财禄寿？这有福呢，就涵盖着多种的美好，比如说有健康，有长寿，有兴盛的子孙，有旺盛的家族事业，有这个谋生的强大的能量，还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对，还有好运气，对，那这个禄呢，福禄的禄呢，是指有一个谋生的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么个事业和收入，对，无论是自己做事还是去打工做事，当然古代人讲禄的时候是指在给政府打工对，当官儿对，那是古代农业社会的时候，对，在当今呢，到了叫城市化社会已经现代化的这个时代到了之后呢，这个禄呢通常是指叫食禄。什么叫食禄呢？就是用来吃饭生活的，叫食禄。寿就是寿命了，是吧？你不能说今天发财明天死，这个没发过财的人想着发一天财死也痛快，但是真发了财立刻死，其实你是最不痛快的。对呀，就像他们说相声说说人死了，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这是个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是，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心怀善念，多做善事，心怀慈悲的这个意念，是极为重要的，就能够创造善缘。对，所以呢，咱们在各种的这个人生的各种的消费花销之中有些人都得有一点零钱，有人买包烟，喝点酒，对，给朋友同学聚个会，是哪个人不是喝得烂醉呢？尤其是男士们，是吧？对呀，你有那个钱呢，你请一尊，佛像、菩萨像，护佑自己，请一尊观世音菩萨像，戴在胸前，对，护佑着你，对吧？比你不喝那个酒不好吗？是，对不对？对。那请东西要花钱，喝酒呢，花了钱还伤身体，是，对，不值得，对不对？所以咱们呢，要会用钱，要会算账。对，所以呢，说喝酒去社交，但是呢，社交不一定有幸运。是。所以那你看灾难来了，你比如说今天这个谁都要开车或者坐车，是吧？人家不撞你，或者你撞了别人，或者车坏了抛锚了，对。或者是路况，冬天下雪有黑冰各种情况，就是各种的交通事故很多并不是人故意的，是的，对吧？是天气、路况，对，汽车坏了，有时候汽车突然坏了之后突然慢下来，后面的车刹不住车，一样撞你，是，还要开错道的，对，本来是人家上车道，你给开下去了。迎头就撞车，还有的时候就是那个 GPS 就不知道给你拐到哪儿去了，对，对，就那个电子导航系统都能给迷路了，就一样把人搞乱，刹车突然不灵了，对，各种的原因是的，对，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时候，咱们的身上带有一点这个观世音菩萨这样的什么吉祥的信物，那就不一样了对，你现在大家看到的你像多好看！你看这观音菩萨像，你看那个材质是莹润的，对，还有种类似于带着荧光效果，对，非常透，就是对你有产生一个极强的护佑的作用，还有看着并不放光的，你看这佛牌，木质的檀香木。檀香木的印度老山檀，这个本来就是辟邪
消灾，是延寿，得好运气的哈。是，神灵佛菩萨都喜欢的一种味道。对，你带在身上哈，而得到这个佛菩萨护佑，这多吉祥啊！是，而且不光是给我们自己哈佩戴哈护佑，还有我们最爱的人，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亲人呐哈。对，这个真的是比给他们钱，或者是给他们买好吃的，买2瓶酒，还是更好的祝福的。对，这个越佩戴越灵验。对，护着身体哈，保平安。这哪省不了这个钱呢？这才是最好的一点投资哈。最好的礼物，最好的爱。对对对。所以大家就知道一下哈。是。还有就是家中如果能供奉这个佛菩萨的像，那就更好了哈，就是一家的这种平安，还镇宅啊，对，那就是更好的了。对，就是如果因为佛经里讲到哈，你在家供奉佛像、菩萨像，哎呀，你这个周围啊多少公里都是平安吉祥的。对，对，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呢，有那个。为了让自己保平安哈，有那些零钱呢，请一些这个吉祥的宝物，带在身上，挂在车上，放在家里，供在家里，让自己平安吉祥。这是人生之中必须要有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的，人基本的这个性命不在了，什么吉祥和你没有关系了，就是对吧？对，那钱在银行也好，钱在地产也好，与你没有丝毫的关系。对，所以呢，大家要去迎接吉祥，获得吉祥，得到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是的，你出入平安，这多重要啊！对，就讲到缘分，其实最重要的是跟这个神佛菩萨建立一份深深的缘分，得到他们的护佑。对，因为人生之中人呐太脆弱了，太多的事情都人力不可及哈，做不了什么，不可抗拒啊。但是这个时候，神佛菩萨是可以护佑我们的。是，对，今天跟师父我们学到这一课，真的特别好。感恩师父。好，那香可读一下哈。那么今天呢，在咱们这个 YouTube 频道上哈，来给发心支持咱们直播来度化大众的这样的一个赞助者们哈。去读一下他们这个大名哈。好，感恩以下的那个网友们，就是提妈、小峰、觉英、Lucky、居其力、Tina Xiao、金红学、金珍补、Lim Wendy、Candy、Wong Peggy、Jolinda Brooke、金提补、金颂书、点可、艾温、张深深、Echo、宋念、金泉草、金香橙、Ping、JH、Sunshine Lee、Lilian Go、金泉南、燕南黄、Sophia Du、宋娟、金 SD、Doris Ng、丹宋、Yang Sunny、方辉 Lini、润斌、金池如、高远、金丹端、百森、Jennifer Ching、Kelly Ho、单耿吉祥、初吉祥、百花、顺慧鸾、三，还有所有赞助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以及所有希望得到观音菩萨帮助的朋友们，祝愿你们吉祥如意，心想事成，非常感恩师父。好，愿所有的赞助者哈，所有发心的人，所有读到的名字都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护佑，让你如意吉祥哈，美梦成真。收到观世音菩萨呢，因为他是闻声救苦。我们今天提出来所有在这留言哈，还有今天给我写信的朋友呢，都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护佑和帮助感谢你们哈，祝愿你们
一生平安吉祥。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明天是不是咱们还有是吧？对，明天是我们的第3天哈。对，那明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跟着师父学习有关缘分，还有关跟这个观世音菩萨相关的这一些的哈。那么呢，也有真诚的念佛为自己为亲人来祈福。是，然后也提醒各位网友们，我们现在还在清明祭嘛。那除了我们需要吉祥以外，我们祖先也是需要得到佛菩萨的护佑的。是。那我们也是知道，我们只要祖先吉祥，我们才能够过得更好。就是只要祖先得超度，我们才能过得更吉祥。那就是还没有为祖先供灯的朋友们呢，赶快到我们的菩提学院网站上，PutiCollege.com。今年我们一盏清明超荐灯只有6块美金非常感恩师父慈悲，让大家都有这个做功德，然后帮祖先超度的这个机会。那今天报名的话，今天就为您上灯，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尽早有需求的就尽早报名。感恩师父。好，祝福大家如意吉祥，收到，健康快乐，收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感恩师父。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